和珅啊，这帮大臣你就掌控不了了吗？他们这些人哪个没受过你的好处啊？你平时放个屁，他们谁敢说不是香的？他们现在就管不了了。和珅虽然权倾朝野，可是此时他也不敢去驱散百官，因为领头的大臣正举着康熙爷的遗诏呢。岂有此理！连康熙爷都搬出来压阵呢。由于乾隆此时正处在气头上，和珅担心他会跟大臣们发生激烈的冲突，于是也在一旁极力劝说皇上不要迎娶莫愁为妃。其实和珅打心底里也不赞同这件事，除了此举有违皇室规矩外，更关键的是莫愁还是纪晓岚的干女儿，将来一旦生下皇子，那么势必会影响自己在朝中的布局。然而众人越是反对，乾隆就越要跟大家对着干。朕要做的事没人阻挠得了。眼见乾隆仍是一意孤行，和珅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让皇上从长计议。现在是连和珅都不听朕的话了。和珅担心事后会遭到乾隆的报复，只好把太后搬出来，提醒皇上，真正能阻止莫愁入宫的不是我们这些冒死进谏的忠臣，而是那位掌控后宫的老佛爷。这让乾隆无比的烦躁，只能暂时将此事搁置。然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乾隆当晚又迎来了老佛爷狂风暴雨般的问候。太后先是怒斥他居然当着大臣的面承认自己的丑事，把大清皇室的脸都给丢尽了。之后又表示你玩玩可以，但是不能娶进来，要是实在舍不得就花些银子养在外面。紧接着更是让他背诵康熙爷的遗训：大清皇帝若迎娶汉女，便是不忠不孝。皇室有权废黜帝位，另立新君。太后表示这康熙爷的遗训好像就是为你一个人写的。然而乾隆却觉得爷爷的理念已经过时了，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百姓们希望看到满汉亲如一家，而他迎娶莫愁正好可以在社会中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。再说了，自己不过是娶一个女子，何必如此大惊小怪？多少大臣跑到哀家那儿是老泪纵横啊！他们说大清皇朝3纲5常就要被皇上给败坏了。乾隆见状只好跟太后谈起莫愁的人品，表示她是多么好的一个儿媳妇。可是太后根本不接这个话茬，非要用祖宗制度来压制皇上。祖宗的制度就不能改变吗？放肆！祖宗的制度如何能改？可能是被压迫得太狠了，乾隆此时也不想再说废话，决定动用皇上的权力强行迎娶莫愁。然而太后却表示，如果皇帝非要一意孤行，那他就有权罢免皇上，另立新君，因为在他的心里，皇家血统不容许任何人玷污。愤怒至极的老太太这时又拿康熙爷说事，询问儿子知不知道是如何才能当上这个皇帝的。乾隆自然觉得是雍正先帝传给他的，可是太后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大吃一惊。当你还是6、7岁小孩的时候，康熙爷就十分的喜欢你，他为什么选雍正帝继位？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把皇位传给你。太后痛哭流涕地表示，如果康熙爷在天有灵，一定会痛斥你这个不孝子孙。这件不为人知的密事让乾隆内心产生了动摇。爷爷，孙儿不孝。见到乾隆一副知错的模样，太后便让他在大殿里跪上一晚，好好思考一下接下来该走的路。可能是想到爷爷对自己的期盼，又或许是贪念皇帝的权势，乾隆最终还是妥协了。随后他立即向大臣们宣布自己的决定：朕不许莫愁了。万岁英明！就当众人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之时，没想到乾隆第2天一上朝就中打了刑部侍郎50大板。和珅还以为是因为公务上的事情才遭到处罚，可是处在局外的老纪却看得很清楚，他知道皇上这是在借题发挥，要把心底的怒火发泄到这帮大臣身上。这就是忠臣的下场啊！等着吧，皇上气儿还没消呢，咱们一个个都跑不掉。此时那位御史吃屎的刘大人也开始害怕。纪大人，您得救救我呀！我还不知道谁救。